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来深入聊聊这些关于新教宗的资料。诶，这真的是历史性的一刻嘛？天主教会第一次有美国教宗良14世。对啊，没错，你给的资料很多元，有新闻，有评论，甚至还有他第一次讲到的那个片段。我们的目标就是帮你厘清一下，这位新教宗到底是谁？他选良14世这个名字，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吗？是，还有他一开始说了什么，做了什么，这些，都透露出一些线索了。好，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些资料到底说了些什么。好啊，先想象一下那个宣告的场景好了，圣伯多禄大殿的阳台上，枢集团首席执事出来宣布，对，Habemus Papam，我们有了一位教宗，然后宣布是来自芝加哥的书籍罗伯特普雷沃斯特。然后新的名号是良14世 Pope Leo XIV。哇，下面广场听说挤了将近10万人哦。是啊，资料里说，现场那个欢呼、掌声，还有喊教宗万岁，非常热烈。美国来的信徒应该特别兴奋吧？那是肯定的啊，毕竟是历史上第一个人当教宗嘛。这位良14世他到底是谁？你可以多介绍一下吗？他69岁，在芝加哥出生的，他是奥斯定会的会士。哦，奥斯丁会。对，就是那个蛮重视学术跟社群生活的修会。他自己也说他是圣奥斯定的儿子。但他好像不是一直待在美国。哎，这就是个别的地方。他牧职生涯其实大部分时间都在拉丁美洲，像是秘鲁啊、巴拉圭这些地方。哦，做传教士吗？不止，他还当到秘鲁奇克拉约的总主教，甚至还有秘鲁公民身份。哇，那经历很丰富哎。对，所以人家说这给了他一种全球性的视角。后来他回到梵蒂冈是做什么的？他担任主教部的部长，这个位置蛮关键的，主教部部长。就是负责跟教宗方济各建议全球各地的主教要派谁去，等于是在影响教会未来的人事布局啦。那语言呢？他会哪些？英语是母语嘛，然后西班牙语、意大利语也都很流利，只是意大利语好像有点西班牙口音。资料里面有人称他是2个世界的教宗 Papa de dos Mundos， 就是因为他这个横跨北美、南美的背景吧？没错，这个称号很有意思。这不只是地理上的意思吧？会不会是说他可能需要去平衡这2个地方教会有时候不太一样的看法？对，这绝对是观察的重点。这个标签可能暗示他未来要怎么融合北美相对传统一些的教会面向，还有深受解放神学影响、更关心社会议题的拉丁美洲经验。这听起来挑战不小哎。是挑战，但也可能是他的独特优势，去处理教会内部不同的声音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他选的名字良，选教宗名号通常都是一个重要的讯息嘛。是的，这次是良14世，很自然就让人想到良13世。对，资料里有提到，良13世是19世纪末的教宗，推动社会改革、关心工人权益很有名。对，特别是那个新式同育，他可以说是位伟大的社会改革教宗。所以梁14世选这个名字，是不是就在暗示说，他也会把社会正义、天主教社会训导还有对话当做重点？这可能性非常高。这不只是致敬，某种程度上也是在设定他任内的议程，有可能是呼应那个以促进和平文明的良医士了。他第一次公开讲话，好像也印证了这点。对，他在阳台上的演说那个和平，听说提了9次。9次，哇！对，然后也一直强调天主无条件的爱，还有呼吁大家做桥梁建造者。桥梁建造者，透过什么方式呢？透过对话、相遇、手足情谊，还有团结。他希望建立一个传教性的教会，就是欢迎所有人的教会。资料还提到2个蛮感人的细节耶。哦，哪个？他特别用西班牙语跟他以前服务的那个秘鲁奇克拉约教区打招呼。这很贴心。还引用了圣奥斯丁的话：“与你们同在，我是基督徒，为了你们，我是主教。”好像在强调他牧者的那个身份。是的，这句话很有名，显示他跟信众的连结。然后隔天他跟书记们举行第一次弥撒的时候，他讲了什么？他说：“现在这个时代，信仰好像有点匮乏，所以教会要更努力传福音，做黑暗中的光。”他甚至说，教会领袖
要退到一旁，好让基督留下。哇，这话讲得蛮重的。对，显示他对教会角色的期许。行动上呢，他给了那个置城市与世界的祝福。Urbi et Orbi，对，对，就是对罗马和全世界的祝福。然后，有消息说他第一次出访可能会去监狱。去监狱，这样很特别。这些都强化了他那种关心边缘、强调服务的形象了。那他的风格呢？很多人好像觉得他跟方济各蛮像的，会延续方济各的路线。是，这个延续性看起来是个关键字。比如说推动那个合议制 （synodality），就是大家一起讨论做决定，不是上面说了算。对，强调共同聆听。还有像是移民、气候变迁这些议题，可能都会继续关注。不过资料也说，外界评价他好像是温和、平衡、中间派。对，说他很会听别人讲话，但也比较谨慎保守。我看到一个超有趣的形容，穿着像本笃，说话像方济各。哈哈，这个形容很有画面感。这听起来有点矛盾，你觉得是什么意思？想要整合教会里不同的声音吗？这形容真的值得玩味，可能暗示一种融合吧。就是说，在仪式啊、神学表达上，可能稍微传统一点，像本笃16世那样。但是在牧灵关怀、社会议题上，又比较贴近方济各。他弟弟不是也说他比较中间，会稍微柔和一下方济各的工作吗？哦，对耶。所以，也许他的目标就是巩固方济各带来的改革，但是用一种更能团结教会里面不同看法的人的方式来进行。好，那总结一下，这些资料看下来，帮你描绘出一个背景真的蛮独特的教宗。美国出生，但又在拉丁美洲待了很多年。对，他选的名字，一开始说的话，做的事，都蛮清楚的指向和平、社会正义、对话，还有延续改革。指示方式可能更强调团结。是的，这也留下一个问题，让你继续观察思考了。是什么？就是说，他作为第一个美国教宗，又有这么深的拉丁美洲经验，这位说自己是桥梁建造者的梁14世，在现在这个越来越分裂的世界，还有教会内部，他这种特别的跨文化背景，在试着连接不同群体，面对全球挑战的时候，到底会碰到哪些以前没有过的难题？有可能带来哪些新的机会？对，又可能开创出哪些你想不到的机会呢？这个就真的很值得你接下来好好关注跟思考了。